我现在很爱佛教，我第一关心的是我的配偶，再来关心的才是阿弥陀佛。因为如果我的妻子、我的子女，他们不能够安心的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怎么能够安心的念佛呢？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集的主题是李云鹏居士。那李云鹏居士呢，他是台湾台北人，那他是天华出版社的负责人，然后同时也是天华素食餐厅的老板这样。那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然后为推动佛教事业贡献了不少力量这样。那基于李云鹏居士网络上能搜取到的资料不多，所以可能林老师这集Podcast 我们聊天的这集可以补充多一点资讯。好，那老师跟李云鹏居士是怎么认识的呢？好，李云鹏居士呢，大概是比我大20岁，我记得好像是19岁。那我跟他认识的因缘呢，我们在过去陈慧见那一集呢，有稍微提到了。没错，就是呢，有一次，那么我接到了这个李云鹏居士的这个秘书打了电话给我，那时候我也没有刻意的放在心上，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这个李云鹏先生。那隔2天呢，陈慧见居士呢，他打电话给我了，因为陈慧见居士我跟他认识的，所以呢，他跟我讲说呢，同样是有一位董事长呢，叫做李云鹏先生。他也邀请我呢到台北去，他很想呢见我，他很想呢跟我呢聊天。那么呢，这个李云鹏居士，我在这边呢先介绍一下，他是台湾3大广告公司之一，几乎呢都是年年得奖的。那时候的3大广告公司之一，是，他是国际广告公司。他经营有成，所以在天母那地方呢，就有一栋非常漂亮的这个别墅。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呢，就在天母他的别墅。天母那边地段很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别墅，是，所以我进到里面去的话如果说呢，像刘姥姥呢进大观园是有点夸张了，可是也叫我呢耳目一新。那么李云鹏居士为什么要我北上跟他见面呢？那么呢，我们过去也提到，因为呢他在前一阵子他到基隆去，因为天下大雨，所以他就到一间那个佛寺里面去避雨。这间佛寺呢，他的住持呢是留学日本的，而李云鹏先生呢在年轻的时候也留学日本，所以呢他们2个呢就谈话谈得非常的投机。临别的时候，那位住持呢师父呢就送给李云鹏先生一本佛教的精神与特色。李云鹏先生呢，他是天主教徒，他回来以后呢，抱着说：“哎呦，这个师父呢，留日了，为什么要出家呢？对不对？”然后又送他一本这个佛教的书，他有点好奇了，所以呢，在睡前，就是他要睡觉以前呢，他就拿来给他翻了一下。那么稍微翻了一下呢，他就觉得说：“哎，写得不错。”当然我要先声明一下，不是说我写得很好了，他跟佛有缘呐。所以他稍微呢看了几页了，他觉得呢深深受他的吸引，竟然呢一直看到2、3点钟，就半夜了，把它整个都看完。第2天醒来以后呢，他呢一直在反复的思索这我所写里面的关于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这些问题。到了第4天的时候，他呢就请他的秘书呢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没有及时是回复他了。那么因为我跟他不熟，那么呢又过了2天，都请陈慧宪先生，因为陈先生呢，陈居士那时候呢是当他的这个总编，算是他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秘书啊，是助手了类似像这种的所以呢我就呢过去了。然后过去以后呢，在天母他的别墅呢，就跟他有个非常详细的会谈。他在那个时候呢，跟我谈了大概有2个钟头那么长，就谈佛教的问题。他对于佛教有些疑问，他来问我，
我呢是尽我所知的来告诉他，他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这我就回来了。他是一个就是非常积极的人呢，他发现这个佛教很好以后，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展开怎么样的活动呢？全台湾的参访的活动，当时的像这个道安法师啊，有没有？像这个悟明法师啊，像慧信法师啊，这很多台湾有名的师父呢，他全部呢开着车，逐一的，就是一位一位的去拜访他们。我想呢，他学佛非常的积极的，我们可以说他善根呢成熟了，也可以说呢，他一听到佛法，他就知道佛法就是佛法呢像一座宝山一样呢。既然已经有机会拿到了寻宝图了，就不能不及时的展开寻宝的活动。老师，那个时候李云鹏居士问老师的哪些问题啊？什么叫佛？什么叫佛法？什么叫佛教？什么叫佛学？那么呢，学佛有什么好处？对不对？佛有什么样的特色？它跟人有什么样的不同？要怎么样来修学佛法？类似像这些问题，他在短短的2个钟头里面呢，他非常详尽的问了一遍。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呢，所以他应该了然于心，所以他才会接下来展开了全台湾的参访之旅。是。那他参访之旅就是真的是一个一个拜访那当然真的了，然后也是问佛教而且他那时候算是很有钱了，所以他都会非常虔诚的去给人参访，又还扶持那个道场。老师，那你之后还有跟李云鹏居士有见面吗？是。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在陈慧健居士的建议之下，就是要呢就成立了这个天华出版公司，就陈慧健先生来当他的总编辑。那个时候见面的时候还不是佛教出版社。对，他们要成立的时候一定有2个人私下已经呢谈了很多回了。所以呢，陈慧健居士也是鼓励他成立天华出版公司，出版佛教的书。对，这个我们在过去也提到，陈慧健居士还建议这个李云鹏居士呢怎么样子，就是先出版一套叫做《璎珞丛书》100册。这100册中间他选我的里面的3本书，佛教的精神与特色、比较宗教信仰，还有林老师讲佛经。那么呢，这一套天华的这个璎珞丛书呢，当然了，也带动了很多呢，这个本来跟佛没有缘的因为这100册里面呢，包罗万象啦，可以说呢，讲的内容啦，那个书中的内容啦，涵盖了很多的这个层面，所以呢，很多社会的人呢，他们也呢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回响，所以他们呢也来买这部书，也呢加以呢阅读。那么这个天华出版社呢，可以说呢为佛教呢出版了上千册以上的书籍，这不容易。这中间有时候有些呢要去寻找，看这坊间里面有些呢已经快失传的，有些要去跟作者讨价还价，我来出你的书，对不对？我呢付你多少稿酬，对不对？那有些呢是给他买断的，那些类似像这种呢，那么呢为佛教保存了很多的，比如说原本快要失传的，现在保留下来了。他出版了很多书，比如说慧信法师的大藏会阅，对不对？那是很大部头的，他呢都呢等于免费的给他印。那么这种呢都是算是有心人呐，为佛教的这个文化事业呢尽了很大的力量呢。李老师，我刚才问题是那个老师，你之后跟那个李云鹏居士还有，那么呢，我跟他到台北跟他见面以后，大概每隔1-2个月，他就会打电给我，要我上去带着我的家人上他的天母的别墅去度假。别墅啊？别墅度假。那我去了大概有7-8次。他家里也有仆人呢，有专门的给他们煮饭的厨师。对，那时候他还没有吃素，所以呢，李云鹏居士呢就会呢，请呢这个厨师呢给我煮素食，那我就会讲，这个素菜好好吃，这样子。
然后呢，到了大概晚上的时候，他那时候还在上班，那么是回来以后，他就会跟我呢泡茶，就跟我呢聊天，当然都是聊的佛教的问题的。那他之后有问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问题吗？那时候他呢对佛法呢可能还没有那样的深入，不过已经差不多快要把我问倒了。他算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是，对。后来有问哪些快把老师问倒的题目？后来他聪明人，我一再强调这一点，他自己就深入经典去看了。我记得他第一本呢跟我讨论的就是那个《楞严经》，楞严经就是我17岁第一次到屏东东山寺去听，前后听1年，听那个道元法师讲的这个《楞严经》。是他那时候劈头就要问7处真心10番显现，就要问呢50的阴魔啦。就你修行中间呢，你会遇到哪些阻碍？哪些呢问题？还真的是比较进阶的问题。我是比较惭愧了，因为我比较少修行，对不对？所以他在问那些什么50阴魔的时候，我没办法就回答他。那7处真心呢10方显现还好，你是说因为这个经典里面有10种比喻，对不对？来说明说我们人眼睛能看到外面的，不是这个肉眼。不是这个肉眼，是这个眼睛后面一定还有一个所谓的见性，那个能够见的本质啊，那个见的本体的，你才能看到了。要不然你这个眼睛挖掉以后摆在那边，他不会看到的。你说呢？跟神经什么都好，可是人死了以后眼睛也看不到。那么有的视神经没有坏，不过呢眼球坏了，那也见不到。类似像这种呢，所以我从那里我就晓得李云鹏居士呢是有心人，他一定会深入佛法，一定在学佛的路上一定会有所成就的。那么我自己因为他这样问我以后，我自己也更用功了，赶快再把《楞严经》呢又赶快呢看的这个呢看一遍，深入一点，看得更详细一点，免得他下一次又问我的时候我又答不出来。被考倒了。好，那李云鹏居士除了天华出版社推动佛教以外，还开了一间素食餐厅嘛？是这间素食餐厅当时在台北算是很大的。那他为什么会去来经营这个素食餐厅呢？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因为我跟他碰面的时候我已经吃素了，而李云鹏先生那时候还没有吃素。那么呢，他深入了佛法以后，不久以后他也吃素了。那没想到如果吃素的话，你要在台北要找一个那个素食店很难，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素食餐厅，还没有那么多也不好找。所以呢，他呢可能这样想，这是我猜测的。既然这样，我就自己来开一家吧。是这样。所以他就呢开一家在天母那个地方那个街道上，叫做呢那个天华素食餐厅。是，那很大，煮的菜呢都非常的讲究。那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米其林呢？不过如果那时候有的话，应该也会入选米其林餐厅呢。比登差不多。真的非常好吃，非常讲究，色香味都俱全。好。那老师他除了那个每次多次邀你北上去他的别墅家住讨论佛学以外，那老师你们之后还有什么互动吗 ？OK， 我每一次去呢，他都要拿一笔钱给我。但我没有给他说过，真的，他呢每次呢我没有给他算过，我都说呢谈佛法就谈佛法，不要有利益的往来啦。类似像这样子。可是他为什么要给钱呢？他可能觉得我呢在南部啦，那个时候呢贴补车资大家也比较穷一点啦，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一定啦，贴补一下车资之类的。是他没有想到我佛教经营特色是不卖钱的，如果有卖的话我就赚了不少了。是就类似像，因为他们天华再版了20几次。那么呢有一次我上台北，他非常的高兴，他说来，我要送你一样东西。我以为他又要送我一个红包了，我说我不拿。他说呢不是，这次不是送红包，那说这次是送舍利塔。舍利塔，一个塔。原来是这样子的。有师父，因为他不是到处去参访吗？是有师父呢就送他舍利子。那么
告诉他这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子。那我们不要去追究，我们又不是考证家OK， 对不对？他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然后呢，他非常的高兴，而且很重视，他就去订了大概有10几个那个 K 金的舍利塔，闪闪发光，现在还放在我屏东的菩提园。然后呢，他送给我呢6颗释迦牟尼佛的舍利，然后他告诉我虔诚的礼拜会生小舍利。可惜啦，我那边学生多了，大家都要来看我的舍利了结果看7看8看，看到最后剩3颗，本来6颗变3颗，可能有些学生好奇要拿出来一看，掉到地上，掉的不见了。我们不能讲是有些被学生偷走了，这点我们不能讲了。对，剩下3颗我也不以为意，因为在那个舍利塔里面就算里面没有舍利了，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有舍利在我那个舍利塔里面。那舍利塔非常的漂亮。我记得我那一次是坐国光号，那时候那么半夜才回来的，所以呢我就抱着那个舍利塔，那么呢慢慢呢回到高雄。临别的时候他又拿给我一小撮的那个叫西藏的红花。西藏红花，他说那个西藏的红花如果铺在作为垫子，再把舍利子放在那上面的话，听说比较会生它比较会分裂成2颗了当然我不会当面去反驳人家了。那么呢，这个李云鹏居士他的好意，我都全部把它呢接受了。一直到今天，我每一次看到那个舍利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心存感激了，非常感谢他。好，那个时候要抱着一个大东西做客运，还真的是蛮不容易的，而且是金光闪闪的。如果半夜呢，如果不是被人家劫持了，我就完蛋了。对耶，好危险的。我曾恒河沙数，流荡轮回。老师那李云鹏居士自己学佛学了一阵子之后，那他之后还有在跟你往来吗？或是说他有没有自己除了出版社以外和餐厅以外，有为佛教佛学想要做出什么贡献吗？ OK， 这个李云鹏居士呢，他是非常聪明的，好学的，所以他呢勤读佛书，他最后自己呢应该是有成就了。所以有一次他就又打电话给我，邀请比如说什么时候来他们天母的别墅。那是我准时赴约，我跟我的同学郭刚文琼他们上来。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路上有不少人跪拜，3步一叩，9步一拜，怎么样子上山，最后呢是到他天母的别墅来。我是一肚子呢狐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干嘛呢？原来这些呢都是李老师的学生听众，他呢每个星期都有一天在那边呢，在他的天母的这个别墅里面开班上课。那很多人就是这样跪拜的上山了。那我偷偷的问说，你们为什么要跪拜？他说李老师讲得太好了，李老师呢他有神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呢珍惜这个机会，我们这样跪拜我们不后悔，表示我们对他的一种尊敬。 OK， 对。那么在我就跟郭刚跟这个洪琼就坐在那边听他呢上课，他呢讲得非常的透彻，讲得非常的虔诚跟用心，在座很多人都呢非常认真的听，只有我了，因为我一生不喜欢听神通啦。他主要讲的是神通，不是主要讲，他讲的故事里面都带有那种呢神通感应的那种色彩。那我呢比较敏感，我不喜欢听这个东西，但是我呢下课了，我也没有当面跟他呢比如说质问或是跟他讨论，没有。他下课又把我带到他自己的那个茶室，又单独了找郭刚跟文琼呢一起呢在那边泡茶。那么呢我当然只能称赞他了，哎呀讲得非常好。
我现在有点后悔。我那时候应该跟他讲说，你在某些方面有带进一点神通感应的事情，这不好。你应该纯粹的讲佛学，譬如说你讲心经，对不对？你就应该要讲认真的去讲五蕴皆空，对不对？认真的去讲的呢无所得，不要去讲到说呢持心经就有什么感应，天上就掉下了什么东西下来，这个东西就不要去讲。我当时没有这样提，当然现在我是自己题外话啦，放马后炮啦，所以那时候应该跟他稍微提起一点，稍微多讲一些，不一定。对，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李云鹏先生他爱佛教，信仰佛教的深入投入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最后把所有的家财都用在弘法利身上，他把他的天母的别墅变成了道场啊。是哦，是，那他的家人不会反对，就是他家人不是也要生活在那个家吗？所以你现在这样讲的话是这样子，他太爱佛教了。他呢可能像弘一大师一样，因为爱佛教而认为说呢不应该再去做这个世俗的事业。那么世俗的家人当然要关心，但是已经不是摆在第一位了，也不一定。OK， 了解。这是我在想的，因为我跟他们家里的孩子也算熟。是哦，也算熟。OK 所以我从他在聊天谈他的父亲的时候，我多少能够感受得到。那么我别的师父跟他谈，可能认为说他这样做很好了，可是我站在家学佛的居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我现在很爱佛教，但以我现在来讲，我第一关心的是我的配偶，就义如。是。再来关心的才是阿弥陀佛。是。因为如果我的妻子、我的子女，他们不能够安定的、安心的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怎么能够安心的念佛呢？但这些我没有去跟李云鹏居士讲，这也是放马后炮。我说那时候应该跟他谈一下，跟他谈一点。吕居士爱佛、慕佛、敬佛的心，叫我们感佩，对不对？他甚至于花好多的钱去买那观世音的那个木雕的像，最后呢送给了佛寺，那都上千万的。那时候上千万不得了的。就是呢，我呢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呢，以后如果有很多人看了我的书，很爱佛教那么就是说呢，不一定要舍去自己的事业。他后来把他的国际广告公司给关门了。你不一定要把你的职业呢给他切割，对不对？你也不一定呢怎么样子，以佛为先，那么以家人为其次，摆在后面。对，我个人认为说，他们其实可以兼筹并顾了，两个都照顾了，这是我个人呢这样想的了。是啦，孩子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自己当然也是觉得不希望。但他们孩子怎么样，他没有跟我讲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想象啊。譬如说我爸爸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小缺憾。是，这是我都这样想了。当然啦，李云鹏先生对于佛教的贡献，他对于佛教的影响，那是不可置疑的。以我个人来讲，我对他是尊敬的，我对他也是呢认为肯定的。老师，因为之前有录过陈慧健居士那一集嘛，是，然后陈慧健居士也跟李云鹏居士合作蛮久的嘛。可是我记得之前在录陈慧健居士那集的时候，老师你有说到说陈慧健居士他其实不太喜欢神通感应这些东西。是 OK， 在成立了天华，这个李云鹏先生他成立了天华以后，他当时非常仰慕尊敬的人就是叫做冯冯。冯冯在加拿大，他有一本著作叫《空虚的云》，在当时非常出名的。是居士吗？对，那冯冯居士呢，他也自己承认他有神通，是他会用他的天竺通，比如说他的他心通、他的天眼通来跟你说话，
说出呢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类似像这种。而这些是陈慧娟所忌讳的，也是我所讨厌的。所以李云鹏先生在讲到冯冯居士的时候，我都不插话，我都没有去回应他的话，我就是不跟他再继续再讨论下去了。就是类似像这种。那么呢我们在那一集的时候，陈慧娟那一集的时候，因为这样子他们才分道扬镳了。就是分道扬镳，讲太多神通的概念。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跟李云鹏先生就稍微疏远了。是。好，老师，那听说李云鹏居士的女儿也有出家，是，对，也是做比丘尼这样子。那听说他又去拜了有一点小争议的人物吗？卢胜彦为师这样。OK。这个李云鹏居士的女儿出家，我们呢给予尊重跟赞叹，但是他呢又去皈依，又去拜这个卢胜彦为师，这一点呢我不晓得佛教界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以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不太认同那个卢胜彦的，虽然我这一生呢没有批评过他但是呢我只能这样讲，我不会去亲近他，对他的主张呢我也不会认同。所以呢李云鹏居士的女儿又去呢皈依他，又去拜他为师呢，我只能在这里讲说呢，我呢这不予置评啊。我不晓得那个李云鹏居士他怎么样的看法现在在网络上或许有一点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啦老师，那你最后跟李云鹏居士联络是什么时候？ OK， 在我大概52岁的时候，我在那时候菩提园已经搬到澄清湖了，李云鹏先生呢亲自又打电话给我，这中间呢我们大概有7、8年的时间没有联络了，就因为刚刚讲过了，因为这神通的这种感应的问题，对不对？还有他呢在那个自己家里那边呢上课这些问题，就有人讲了就是古人也讲了，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就没有来往。那次他又邀我，他就有重要事情邀我呢上台北，我呢真的又上去了。什么重要的事？在我52岁那个时候，那李云鹏先生呢他跟我讨论的那个问题是怎么样，他说林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印顺导师他说呢坐轮椅了。坐轮椅了。那然后他呢跟我讲说他为什么会坐轮椅呢？他自己问我了，我没有回答，他自己答。他说呢因为印顺导师可能呢著作等身，理论很好，著作很多，现在我们这个妙音集有没有？可是呢他呢可能比较没有修行，这是李云鹏先生呢亲自跟我讲的。那我呢我不知道印顺导师有没有修行，我不知道，李云鹏先生可能知道了，我不知道。这一点呢我没有跟他反驳，我只是反问他说，那你知道印顺导师现在几岁了吗？他说大概90岁吧。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他90岁坐轮椅，那么你呢现在就60、70岁，你有没有把握你90岁的时候你可以走路，你可以健步如飞，对不对？你可以不坐轮椅对不对？一个人老了坐轮椅这不是很理所当然？对啊，而且呢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事情嘛。对啊，我刚才想说所以呢所以坐轮椅怎么了吗？所以他又最后问我，他说所以你认为印顺导师坐轮椅跟他有没有修行无关吗？我说无关。这跟他有没有吃维骨力有关对不对？跟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运动有没有保养有关，跟他有没有修行无关。从那次开始我们就断了线了。我最后呢我上天母就等到我60、70岁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他80多岁了。我有3次到天母呢要去找他，就是按他们家的这个电铃都没有人来开门了就是缘分就断掉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不晓得是他们家里的人不晓得是他的这个徒弟们不愿意开门，还是他不愿意
跟我见面，也不一定。那我是这样，一切都是随缘呢。这里我再补充说一点呢，其实在他跟冯冯那时候呢，非常的这个有来往，他非常的信任这个林冯冯的时候，还有在他在家里上课，有很多人跪拜上山，那个时候我有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的佛教精神与特色把你引进了佛门，对不对？让你今天这么样的爱佛教，弘法利生，而且你修行有成。可是我这里要先讲一句，就是我的佛教的精神跟特色没有讲到说要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信徒要用跪拜的方式朝山来见我们的面，来上我们的课。而我的书里面我也没有讲到说神通可贵，感应难得，这些话我也没有讲。我强调的佛教的精神跟特色就是自信的，就是要爱家，对不对？要爱家、爱国家、爱自己的家庭爱众生、爱佛教，这个东西呢可以兼容并蓄的，并没有叫我们说呢舍弃某一部分，而只遵从或是呢只在意专注在某一个区块，我并没有这样讲。还真是唏嘘啊怎么会这样？不是我没有批评李云鹏的意思，我是讲说呢，佛家讲中道，用那个弦，有没有拉胡琴的弦？我们过去也讲到，不要太勇猛精进，慢慢来，学佛慢慢来。你急什么？你念10000句阿弥陀佛，不一定比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来得受用，来得有影响力。所以呢，不要操之太急。闽南话有一句话，假劲弄破碗，就吃太快会把那个碗弄破，把它呢弄破了。慢慢来，慢条斯理，问答问答。我们对佛理要好好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对不对？不要操之过急。最后我再讲几句话，李云鹏先生他真的是非常有慧根的人，他是本来信天主教的，他最后能够来信佛教，这非常的难得。他甚至来问我，他说我信了佛教以后，他因为以前是天主教徒，对于天母那个天主教的教堂，他都每年都有捐献给他永护护持的。他就问我说，那我以后怎么办？我跟他讲，你爱佛，对不对？你以后还是可以支持天主教堂的。他有听我的话，照样每一年跟过去一样，一文都没有少，照样来支持永护那个天主教堂。可见他是一个真的很善良，真的很善根的人。他能够深入佛法，表示他的聪明才智绝对不在一般人之下。那至于呢，你刚刚有提到有些那小问题，那些问题我都没有意见，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他，只有在神通感应方面我稍有维持，对不对？其他的关系到他的事业或是他的家庭，那个是呢我们现在这样想，有后人这样说，我认为说呢，如果能够兼筹并顾，那可能会更好，这样子，这是这样讲的啊。我对于李云鹏先生还是怀念他的，我还是表示尊崇的。他呢，功在佛教。OK， 是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哦。OK， 好，那感谢李老师，谢谢。那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拜拜。好。小金